金光善从袖口里拿出一份名单扔到地上，上面明晃晃的盖着金光瑶的金印。清册上是宗主名册，李家宗主的名字赫然入目，大大的红叉刺激着李玉和的神智。下面还有死亡的时间与地点，这是金光瑶完成任务后向金光善交叉所用，如今却如此轻易公之于众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玉和，你看一下你父亲死亡的时间与地点对不对？不对，不对，应该让赤峰尊看一下地点对不对？咦，嘈杂的人群中发出一声惊讶的声音。祁阳看了看自己手中准备的证据，又看了看金光善扔在地上，自然后者观感刺激更大。祁阳默默收起证据，按道摆准备，遂在人群中静观事态发展。哇，周兄，你觉得金宗主是想干嘛？且往下看吧。周云倒是隐约有点猜测，但是魏无羡这个鬼道祖师在这，应该不会失控。阿瑶，你都知道留一手，我是你父亲，怎么就可能毫无防备呢？金光善啧了一声，拍了拍金光瑶的肩膀，在你面前烧的不过是幻影罢了。金光瑶大脑疯狂地运转着，金光善敢如此嚣张地对待仙门百家，毫不避讳自己的恶事，他的底牌到底是什么？鬼将军温宁不受控，任主魏无羡，阴虎符尚未修复，炼尸场数量虽多，但不可能同时受控于金光善，到底自己忽略了什么？阿瑶蓝曦臣情绪复杂的看着清册上的名字，有好几个宗主确实已经没了音讯，多次会议不曾见过。如果死亡时间与地点属实，阿瑶罢了，种什么因得什么果。现在呢，你们有两个选择，杀了我，然后面对近100年的暴乱。金光善淡定地开口道，他用灵力化开锁住鬼修的铁链，鬼修很有眼力见地站到了金光善两侧。还有一个选择，我兰陵金氏从此独立于修仙界，自成一派。那些以万为单位的炼尸场也会停止继续活人炼尸，从此各自安好。金光善从容地走在练武场，享受着众人的目光。上万的炼尸场人群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的震动。他不可能同时控制吧？金光善是要用鬼道自成一派，还要仙门百家认可，不认可就用上100万人的命给金家陪葬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我和你理解的一样，不过魏无羡都做不到，你傻呀？魏无羡也没用怨气大爆发和百姓的命来反胁迫我们呢。上万，相当于每个家族都有数十个炼尸场，如果一同爆发，根本自顾不暇呀。周云侧身低声问道，你能控制那么大区域的怨气，防止同时爆发吗？魏婴神情严肃地摇了摇头，我做不到。魏婴同时与蓝湛目光相对，魏婴轻轻地摇了摇头，自己确实能以阴驱湿，将怨气化为己用，但是将神念覆盖到所有区域进行怨气控制，自己根本没那么大的能力。金光善应该更偏向于那些炼尸场的鬼修有特殊联系渠道，或者控制着他们的死穴。金光善，你好恶毒！人群中爆发出一声怒骂。金光善坦然地接受了，仿佛在接受赞美一般。夷陵老祖的阴虎符和鬼将军也在我手里，你们还要继续吗？所以阴虎符和温宁才是附加牌，真正的底牌是与那些鬼修的联系吗？金光瑶思前想后，想不明白，明明是自己招揽的鬼修何时与金光善有了密切的联系。金光瑶很快释然了，反正自己无论在金光善手里还是仙门百家手里都是死路一条，倒不如多给金光善添几件美事，宣传一下他的恶毒做派。父亲当初多次招揽魏公子不成，才不为己用，便只能毁，也就有了魏公子那些十恶不赦的罪名。金光瑶也知道自己又投下了一枚炸弹，自己不过也顺便扯下了仙门百家的遮羞布。他说的没错，金光善摆了摆手，接过手下递过来的茶水抿了一口，魏无羡死于他的傲。若他肯低头服软称臣，也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。魏无羡是害我莲花坞被屠门的元凶之一，他更是害死我姐姐、姐夫的凶手，害金陵无父无母的罪魁祸首。金宗主一个轻飘飘的傲字，是在为魏无羡开脱吗？江澄听闻金光善对魏无羡的评价，不满开口对道。江澄本想打个过场，随便他们折腾，自己只守好云梦便可。可金光善竟然为魏无羡开脱，江澄忍不了。金光善对江澄的辩驳倒没什么意外，但是那些对金光善来说并不代表着什么，死几个人和雄图霸业相比不值一提。
魏无羡若是主动向自己开口，想要江氏姐弟死，自己也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他们。魏婴在人群中听到江澄的发言，不由握紧了拳头，大拇指不断抠着自己的肉，蓝忘机琥珀色的眼眸带上了些不安与担忧。魏婴，金光瑶看着一副责人儿时模样的江澄，不足与谋啊！魏无羡死了，都还不肯看清真相，永远叫不醒装睡的人。江澄心里估计也门清，但越走越远的两人，他也只能靠着这勉强的仇恨感维持着两人的联系。江宗主，你就是个懦夫。金光瑶浅笑着给江澄下了定义，丝毫不在意对面已经挥斥过来的鞭子，稍微往后退了几步，退出了紫殿的攻击范围。